的是台湾扩展开来了，然后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造林树种。其实要不是这个起始点的话呢，那这个柳杉怎么会在台湾成为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造林树种？所以今天用柳杉来谈。阿里山100年的林业历史变迁，其实有它相当大的程度的代表性，那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那首先呢，我们当然知道说，柳杉其实它当然不是早上那个郭宝昌教授所介绍的台湾重要古木了，因为它完全是一个引进种，那是日本人他们自己偏好的一个重要的日本栽植的造林树种，那由日本人在引进台湾的，然后慢慢的它就成为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人工林造林面积的造林树种，那这一点非常的神奇，因为我们早上也听到郭教授介绍台湾有这么多好的树种，为什么变成一个引进种？会成为最大面积的人工林的树种，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颇有值得探讨之处。那接下来，当然柳杉它在现阶段面临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当时他们日本的那个人工林栽植技术是比较高密度，就是每公顷3300株或者每公顷4000株的方式去栽植。但是我们后期缺乏一些中后期捕鱼疏伐修枝的结果，所以现在其实是非常的密植，那林相非常的低劣，那加上到了1980年代有非常多的松鼠危害的问题，然后到近年来就是2002年的时候发生了那个柳杉黑心症的问题上了媒体的版面，那这些问题都把柳杉这个造林树种推上一个公众议题的台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谈柳杉，不是从一个政策的角度，不是从一个林业技术的角度，是从一个社会性的角度来谈论说柳杉为什么今天变成一个议题，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从这个柳杉的大事迹来看其实从那个1891年的时候，其实日本柳杉就开始引进了，但是它其实是失败的造林的一个状况。那1910年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真的超过100年，应该是101年，它在阿里山种了50株。那现在我们听到现在100年的柳杉基地应该是在那个来基部落附近152山地上，还有100年柳杉的栽植地。那之后呢，就在1918年的时候，已经在溪头成功的种植，然后之后就慢慢的推广到各个不同的那个人工林造林的地区去。然后到了1942年，就是我们在战前看到的最后的一个资料，因为1943到1945开始发生太平洋战争以后呢，这个资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很完整、很详细、确实的资料。所以在之前我们已经看到柳杉的造林面积是16996公顷，那个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一个面积。那这个还不是现在柳杉面积，我们知道柳杉现在的造林总面积是6万多公顷那所以之后在战后，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为什么在战前呢？日本人当然偏好这样的一个树种。那战后为什么我们还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造这个树种？那这个原因何在？这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主要的原因。那之后就是到了之后的问题，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我们会讨论的。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柳杉现阶段的一个分布，这个是林务局那个第3次森林资源调查的一个资料。那主要他们的栽植地点是分布在竹东、太平山、乌来和阿里山。那这个树种，这些造林地其实是大概是平均分散在台湾的各地。那海拔高度的那个差异性很大，从300到2300公尺之间都有栽植的人工林栽植。那它主要是种植在中海拔的区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就其实北部是比较多啦，因为大概那个地理条件和区位比较跟日本本土接近的关系，所以像乌来还有竹东、太平山阿里山这几个区位都是比较重要的柳杉的人工林栽植地。那我们可以看这个栽植面积在1945年之前，其实栽植的面积颇多，就是每年的栽植面积颇多。可是其实就1945年，就是当然是刚光复初期，它的造林面积比较少。可是从1950年代之后，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它大概一直都有蛮高的一个造林面积的这个状况出现。那1980年代之后，当然柳杉就不再是以台湾重要的一个造林树种。
这个是我们在溪头照的，就是它当初那个溪川四眼林的现在的林相的状况。那可以看到这个其实生长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已经非常久了，可是它其实晋级不是很大。那我们先看一下柳杉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议题会产生是在2002年，那柳杉黑心的问题被那个媒体大幅的报道，那就包括林务局也谈到说，那我们要把柳杉逐步的去汰换掉，然后来种本土的树种。那这个报道一提出来以后，立刻就受到台湾的一些保育人士的反对。那他们认为，宁可保留柳杉去保护台湾的水土保持环境啊，也不应该把这个柳杉黑青当做一个借口来继续去做伐木和人工林的建造，所以他们采取很强度的反对。那我们觉得这一点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外来种，现在在台湾种了100年，然后蓄积也不佳，然后林相也很恶劣，为什么不能更新呢？那环保人士的态度又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其实小的论文啊，大概会分4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柳杉怎样会被选中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柳杉怎样会变成一个重要很大的一个人工造林面积的树种。然后接下来第3点是谈论黑心病的黑心病为什么是一个问题。那最后是谈论到各方的人，就是我们做这个访谈和文献的结果，就是各方的人到底是怎么看柳杉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更新或者做一些汰换怎么样去做这样的策略和选择。那我们的方法主要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找一些战后的一些文献，然后包括官方的文献啊，然后一些研究报告之类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针对那个深入访谈，就是问当时的一些决策的官员，那也包括学者，那这些目前还都已经非常相当高龄的一些长者，然后还包括我们去问了一些环保人士，然后去讨论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反对柳杉更新的问题。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那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柳杉被选择作为一个主要的造林树种的起因，当然是来自于日本人他们自己在殖民时代，他们在殖民林业的一个国际上的特征，就是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偏好树种引进到他们的殖民地上。那当时日本人其实他们最喜欢的树种包括2种，一个当然就是柳杉，另外一个是日本扁柏。那当时一开始引进的时候，这2个树种都是同时在台湾去进行试种，可是因为扁柏失败了，日本扁柏栽植失败，并没有在台湾种植成功，所以后来就大力推广的就是日本柳杉这个树种。那所以1921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广泛的去种植2种。其实他们种的不只是柳杉嘛，还有杉木，还有其他的像相思树，因为当时其实新砍柴的需求是相当的大。那这些树种其实当时是日本政府治台的时期主要推动的树种。那后来呢，就造成了，其实日本柳杉会被选中的主要原因还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生长非常的快速，它的初期生长量非常的大，然后在它中后期生长会稍微缓慢下来。另外一种就是它的成活率很高，就它每次种下去那个成活率非常高，所以就省去了后面补植啊或者造林失败的那个可能的后果，所以它就被大家所偏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2段是一个访谈的结果哦。他们谈到说，为什么日本人去选择日本柳杉，主要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我们刚才讲过嘛，那个 Hinoki 和 Saki 就是扁柏跟柳杉。那可是日本人选中这2个树种，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在做这种试验资料，所以他们有长期丰富的一个试验资料。所以如果他们来栽植这样的树种的话，他们失败的风险是非常的低的。所以也包括它的那个高成活率，所以台湾政府开始去种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政府的官员其实蛮怕失败的哦，他们很怕说将来如果造林失败这个规则的话要怎么去负担，所以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沿用前人的做法，前面的人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啊，所以日本那个柳杉在战后反而越种越多啊，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当然也包括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生长特性了，我们刚才也讲过，就是生长量很快，然后成活率又非常高，
这个就让日本柳杉变成一个我们偏好的一个造林树种。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变得非常大面积。那这个部分其实日本柳杉变成一个面积最大的人工造林树种，其实是来自于林相变更。那林相变更这个历史其实非常的有趣哦。林相变更其实是它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种了很多啦，像那个樟树啊，然后那个相思树、松类等等，然后那个柳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那个就是联合国其实有鼓励台湾政府去使用一些快速速生的树种来取代一些低劣的林相，这就是林相变更的目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拿了很多那个外国政府的资金那个1950年代的这个时期，其实是全世界各地都开始大力推广那个人工林经营的一个时期，所以他们这里含有相当强烈的一个科学林业的企图。就是认为人的力量可以去建造更多的财富，可以去改变一些自然的状态，所以当时就在台湾去拿了国际上的钱去实行这样的林相变更的计划，所以也就慢慢的让这个柳杉的建造面积越来越扩大，因为柳杉正好就符合他们希望去迅速扩大采集的这个特性。那这也就是我们截取的2段。在1960年代是人工林在全世界各地去扩大栽植的，因为人工林它其实是希望说去用那个快速高价的树种去取代那个原来的低劣的树种，而且另外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什么采用柳杉，是因为它的种子来源可以直接从日本本地去购买。那当时其实台湾的采种的技术非常的不好，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采种园。那当时采种的方法是要把整个树枝这样砍掉所以那个方法没有办法采到品质优良，然后又足够量的种子，所以大量的种子的来源只能去跟日本购买。可是当时去购买种子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去选购一些日本，并没有去区分种源，所以现在我们要去追查台湾柳杉的造林地的一些种苗来源，其实都有一些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林相变更这个部分就是当时农委会其实大家也知道说拿了很多中美基金的钱，那这个中美基金有时候那个时候的主任委员也是外国人派来的，那当时他们就给了很多那种国际上的意见，包括那个时候澳洲去引进美国什么放射松大力栽植成功的经验，所以就变成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人工造林很好的途径。那在这样的一个国际思潮的压力下，还有一个当时的林业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压力下，所以就大力的推广了人工造林，然后去做林相改良的这个工作。那大概做了2期。好，那我们接下来谈的是第3个问题，就是柳杉的黑心病的存在的问题。那这个报纸最早是我们可以看到是2002年的2月21号联合报上刊载说在竹东地区有3000万棵柳杉，然后占地大概15000公顷。那他们呢都发现了黑心病的问题所以呢林务局就希望把它砍掉，然后逐步的汰换成本土树种。然后所以呢环保团体就马上跳出来说黑心不是病那它只是林务局想要伐木的借口，那你就把这件事情诠释得非常的不堪的这样子。那我们来看这个黑心的问题到底存在多久了？其实黑心我们据访谈的结果是，所有的文件或者是耆老都认为说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很早以前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品种的问题。那也有人认为说，那个日本的某些地区的品系就是有黑心的问题，但是因为当初我们讲过那个种子品系，因为来源并没有去做区分，所以我们现在也搞不太清楚黑心的品系都种在哪里。那后来因为早期呢，那个柳杉去取用木材的时候，都是用它的干材去做电线杆，或者去做那个墙壁的外墙大量的涂上很厚的沥青，它就整个黑黑的。所以柳杉是不是黑心，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因为那个时候的建材的用法是非常的粗糙的。那后来呢，因为1950年代的时候价格很高，所以柳杉还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可是慢慢的1960年代之后，材价就开始往下滑了。而且1970年代以后，大家也知道台湾的工商业开始转型，就是农业开始转型成工商业为主的一个社会形态，然后工资一直不停的上涨，所
所以后来柳杉林就放在那个林地上就乏人问津，也没有人想要去处理。好，那所以过了这么多年才会有出说柳杉黑心，所以本来就是黑心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柳杉到底需不需要去把它逐步砍伐，然后改种其他的树种呢？其实大致上说起来，大家都同意啦。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列出来的不同意的那一些学者的看法是，因为他们其实不太相信现场的执行能力。大家都认为小规模的砍伐是力不及备，而且政府怎么去监督这样的一个伐木，其实是很容易弊端丛生的，因为大家受到过去的那些伐木的一些弊端的影响，所以对于这样的伐木的行为都非常的谨慎所以比较不同意在一个没有良好规范的状况底下去进行一个书法的工作。那至于如果需要改换其他树种的话，那我们归纳了所有的建议。那在高海拔的话，大家建议的是几种，就包括台湾山、红柾、野柏和小楠。那在低海拔的话，建议的树种是樟树跟相思树。他们认为这几种本土的树种用来取代目前这么6万多公顷的柳杉人工林是可以逐步的达到目的的。好，那我们最后做一个很简单的整理。我们在今天其实是很简单的在回顾这个柳杉单一的个别的树种的一个历史。可是其实大家去看这个柳杉为什么在台湾这样造林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从一个殖民林业、科学林业，一直到新林业、生态系经营的这样的一个脉络，逐渐的发展过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公众议题已经逐渐的在这个时候可以纳入在森林议题里面去做讨论。那从殖民林业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看到那个森林科学呢，其实是反映的是一个世界上的趋势啊，是反映了殖民者的喜好啊。然后当时的殖民者其实引进的就是所谓的 scientific forestry， 就是我们说的科学林业的这一套系统。他把一些操作复制、理论化的东西带进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林业的操作里面。那后来当然这个逐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林业思潮的转变，就逐渐从大理论逐渐瓦解，变成一个小的地域性的行动，去取代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的那个形态，就是我们不再相信一个理论可以适用于全世界，我们应该从在地化的角度来看未来的林业经营的方向，应该是不但是一个在地的思考，而且应该是不同的林业专家、不同的政府官员和环保团体甚至是民众的意见的纳入。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个别的一个个案历史里面，回顾到整个历史的变迁之外，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一个动态的适应性经营的一个状况。那这就是我简单的跟各位报告，谢谢。